那么下面呢，我们将来盘盘中日贸易那些事儿。你以为贸易只是买卖吗？它悄悄地改写了两国文明的剧本，带你解锁1000年前的跨境电商是如何影响现代格局的。今天呢，我们把时间轴往后推一推，来到了中晚唐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呢由盛转衰，中国进入了一段非常的动荡时期。熟悉日本历史的朋友们可能知道，日本这个民族有个特点，他崇尚强者，你强我就跟你学，甚至于可以臣服于你，你弱那我可能就另做打算了。所以我们这回要谈的是呢，当中国走出盛唐，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王朝盛衰的时候，从五代十国到宋元明清，日本到底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到了公元838年，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转型，甚至觉得自己在政府架构、文化水平上已经不输给中国了。于是日本就不再愿意继续以朝贡的这种低三下四的方式来跟中国交往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也不再是那个光芒四射的盛唐了。安史之乱之后，大唐一路走下坡。等到公元838年，日本派出最后一个遣唐使团之后没多久，唐朝就彻底垮掉了。中国后来陷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谁也统一不了谁，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不过这一局面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等到了6个世纪之后，明朝崛起，中国又一次强盛起来，而日本则处于幕府弱势的时期。于是日本又一次低头，恢复了朝贡关系。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要求，你想跟我做生意，那你就得朝贡。另一方面呢，日本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也觉得跟中国贸易确实有利可图，还能借中国的认可提升自己的威信。所以你看，就在这1000多年里，中日关系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贸易2个字打转的。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宋元时期越来越强，商船也越来越大，但整体上来说，两国的贸易规模跟后来近代还是没法比。大部分的时间里，中日两国其实都想和平共处，除了2个例外，一个是元朝的忽必烈，他曾经派大军攻打日本的九州岛；另一个是日本的丰臣秀吉，他在明朝末年入侵朝鲜，还梦想打下中国。不过这2位呢，谁都没成功。中日两国对彼此的印象也在这1000多年里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唐代的时候，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是高僧，是文明人，可到了明代却变成了倭寇，是沿海抢劫的海盗。而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文化深厚、资源丰富的大国，他们一直尊重中国的学者与僧侣，但也逐渐意识到中国不是不可战胜的，尤其是在丰臣秀吉的军队在朝鲜几次打败明军之后。总的来说呢，从公元838年到公元1862年这1000年间，中日两国谁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对方，不像之前日本学中国那样彻底转型，也不像后来中国学日本那样发生巨变。在下一次呢，我们要把镜头重新拉回到晚唐和两宋时期，聊聊中日间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交流，宋朝的日本如何悄悄地反超中国。